荣国府的用人方式也是按照祖宗旧例和等级制定下的，每个主子该用多少丫鬟小厮，这些奴仆等级又如何，都有严格的规定。其中贾母等级最高，她可使8个月银为1两的一等大丫头，邢夫人、王夫人次之，各能使4个一等大丫头，年轻主子则只能使2等级以下的丫头。作品在第3回里就介绍说，迎春等姐妹的用人待遇是每人除自幼乳母外，另有4个教引嬷嬷，除贴身掌管盥洗2个丫鬟外，另有5、6个洒扫房屋的小丫鬟。姨娘则只能使2个3等丫鬟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宝玉就不仅借用了贾母的大丫鬟袭人，而且还有7个2等丫鬟，8个3等丫鬟及10个小厮。曾有人以贾环与宝玉不同的待遇来论证贾环因庶出而受到歧视，其实这是个误解。第36回里，王熙凤曾特地声明，若将袭人干脆归入宝玉房里，就须得给贾环屋里也添上一个，才公道均匀。因此宝玉屋里使的人多，是贾母因格外宠爱宝玉而破的例。就物质待遇而言，贾环并未因庶出而遭歧视，况且迎春、探春都是庶出，他们在物质待遇上也并没受到任何歧视。在荣国府经济每况愈下的背景下，大管家林之孝曾对这种制度提出了异议。他说，如今说不得先10的例了，少不得大家委屈些，该使8个的使6个，该使4个的便使2个。但他的建议传至王夫人耳中后被断然否决，因为这种用人规矩不仅关系到荣国府的气派与主子的尊严，而且也维系着家族统治的根基，不到迫不得已之时，主子绝不愿有任何改动。林之孝提出裁减各房用人数，其目的是为了节约开支，因为他是荣国府财务的负责人。这一建议同时还透露出另一信息，即林之孝还掌管着荣国府奴仆的人事权。不过他的权力只限于2门外，2门内则由他老婆林之孝家的负责，即他夫妻俩负责对全府奴仆的监察以及对他们的赏罚与调动。监察奴仆并不轻松，遇上主子外出，如第58回里所写的贾母、王夫人等人因老太妃去世都入朝随祭时，林之孝家的就在大观园内巡视个不停，恐丫鬟们年轻，承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约束。夜晚他还得巡夜，以防上夜的人耍钱吃酒，放倒头睡到大天亮。但他监察时并不秉公办事，他的2姨亲家竟在大观园开设赌局，这连探春都知道了，但一直在巡夜的他却听之任之，不做干预。根据平日的监察，林之孝夫妇还会适时地向主子提出赏罚名单，而单身小厮与丫鬟的婚配、初选名单也是由他们先提出的。据第70回里的描写，这似乎是每年年末做的事。这年林之孝开的名单里，共有8个25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，满25岁的小厮可以得到婚配，这也算是主子的恩典。同时奴才们之间的婚配再生育也可达到增加家奴的目的。大丫鬟与管家的子女由贾母、王夫人与王熙凤亲自过问，其余一般的奴仆如何指配主子就不屑管了，因此林之孝夫妇手中就有很大的分配权。而他们平素对2门内的丫头也确实留心，像林之孝虽几年不见彩霞，却清楚地知道她长得越发的好了。第26回里宝玉病愈时也有个赏人名单，这也是林氏夫妇开列的。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小红列在下等以示公正，因为她还只是个3等丫鬟，而为了奉承赖大，他们又把应列为中等的晴雯开在上等，因为她是赖嬷嬷孝敬给贾母的。在第71回里还可看到，对于得罪了尤氏的2个婆子，尽管自己被召来以前他们已被捆进马棚，林之孝家的还是想办法解救他们。林之孝家的对王熙凤的不满虽不敢公开表示，但在处理这一事件时，他故意挑唆小丫鬟向邢夫人一房求情，结果导致邢夫人当众让王熙凤难看。不管林之孝家的主观目的如何，但客观结果则是加剧了邢夫人与王熙凤的矛盾。不过林之孝夫妇在处理这类事务时受到了很多约束。首先，他们得按祖宗定下的旧例行事，不能违规操作，
自搞一套，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小。但女儿小红进大观园服役时只是3等丫鬟的原因就在于此。其次，他们做出的各项决定须得报主子批准或事后追认。王熙凤热心地为望儿之子迎娶彩霞张罗，林之孝却公开表示不赞成这门婚事。这一切都加深了王夫人、王熙凤这一系主子对他们的不信任感。抄检大观园时，王夫人干脆撇开了总理大观园事务的林之孝家的，而是委派自己与王熙凤的几个陪房，而王熙凤将林之孝的女儿小红留在自己身边。看中小红口齿伶俐，办事简断却是主要原因，但此举动含有对林氏夫妇笼络与控制的意味，也是很明显的。总之，荣国府的主子用种种方法控制着林之孝夫妇，并通过他们去控制监察全府的奴仆。